小玉买了一套精装房，这个月底搬新家。你回来的话，我把她的房间收拾一下，改成书房，卧室还是原来的样子。那边刚装修完，至少要晾1年才能住进去。平时没事，睡觉不行，对身体不好。还好我有现成的房子，可以先住我这儿。 喂，断线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只是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又没说什么。你在跟我讨论我们住在一起。不该讨论吗？不是不该讨论，我只是在想象。你千万不要误解我这句话啊！我的意思是，我在想象我们住在一起的生活。我又没误会，你解释干什么？我下周会参加国际空间的会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提前过来。等会议结束了，我们一起回上海。你那边的工作结束了？彻底结束了。你给我看一下签证和工作表。申根签还没过期。连上周末能再休2天，一共休4天。周3白天到上海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给你订票。晚安，你那儿的晚安。晚安。小生神，开门！小生神，怎么了？帮个忙。你喝醉了。周生辰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心事住哪一家酒店，真把他送到这里来。是，他结婚了，不好单独送到酒店去。不好把他单独送到酒店，你送到我这儿来干嘛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不会是把他扔到外面去？万一碰到坏人呢？哎，好好好，把他留在这儿可以，你也要留在这儿。行，扶他去房间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弗兰克，你扶我房间去干嘛？谢谢。你如果跟文川吵架了，不方便让他来接你的话，等一会儿天亮了，我叫人把你送回去。不用，我对不来梅比你更熟。好。你订婚的事，我一直想道歉，没想到被那场意外打乱了你们的节奏。没关系。我跟周文川要离婚了。
当初太冲动，两个人都没想好，造成了一场闹剧。我怕我爸妈受不了，尤其是你妈还那么爱面子，决定先签协议，1年后再找个借口公开。你为什么仓促结婚？我并没有仓促啊，我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可以理解，你为了回家拿回二叔手里的东西，但你说的这个理由，我不相信。我的私事啊，不喜欢跟外人讨论。天还没亮，你再去睡一会儿吧。等一会儿弗兰克起床之后，我让他给你送早餐过去。你过去对婚姻的态度一直很慎重，考虑得多。你还说过，自己对婚姻没什么诉求，有朝一日结婚，都是为了家里人。这次真让人意外。也许这个就是对人不对事吧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继续工作了。一起吃饭。你们吃吧，谢谢你昨天带我过来。不客气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大哥，什么时候来的？等了23分钟了。在外面等太久，实在饿了，方便我跟你一起吃个早饭吗？随便啊。这么久没见大哥，不一起吃个早饭吗？你们吃吧，我约了导师。我让车送你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你就这么坐飞机走了。虽然你们两人合法夫妻，但是男女之间相处也得用点小心思。你就是太迁就他了。我怎么迁就了？过去我妈带队比赛，我爸只要工作不忙，就跟着她到处玩，既省酒店钱又能旅游。你爸妈在一块儿多少年了？老夫老妻了，肯定对方想干点什么，一眼就能识破。你们俩不一样啊，刚在一块儿，刚结婚，对彼此还不熟悉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点那种小技巧、小心思啊。什么小心思啊？哎，我也就是没男朋友，不然每天亲自示范给你看。就比如说这次啊，你就可以说忙没空，他就会开始猜你心思，
哎，是不是冷落你了？所以你才找借口不去的。他一旦开始自省，就上套了。他比你着急，比你紧张，就相当于交出了你们俩感情的主动权。感情上谁有主动权，谁就是上帝。小月，我26岁遇到他，如果幸运能活到80岁，也不过剩了54年，不到2万天。你知道他是做研究的，一出差就会像现在这样走好几个月，或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都不到1万天。如果再减去我平时工作忙加班，我到处出差的时间，见面的日子更少得可怜了。所以，在有限的相处机会里面，我没有时间去用心思、用技巧，我要争分夺秒地和他在一起，明白吗？行行，好，都是白说。放心吧，不会延误的，都给你算好时间了。好，相信你。就去这么几天，带书干什么呀？不是书，打印出来的资料，我路上看的。嗯。先生好。你好，一会儿帮我拿一双女士的拖鞋过来吧。有客人来，需要准备客房吗？啊，客房就不用准备了，我太太过来。那我待会儿好好收拾一下洗手间，点上熏香。您太太喜欢哪类熏香？哦，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，你就先帮我选那种最不容易出错的吧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她特别喜欢去寺庙，可以找一点类似的味道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哦，还有啊，帮我多拿几个软硬厚度不一样的枕头过来吧，我不知道她喜欢睡哪一种。好的。谢谢。小别胜新婚，果不其然。别在这儿摆 pose 了，走吧。这急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是啊，这是我太太，又不是你太太，快点。哎，走喽，去接周生先生的太太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也就提前了半个小时。
学会了。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就说，我是因为想你想的日渐消瘦了。这个地方有24小时的客房服务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有任何需求啊，都可以打电话叫客服。你过去一直住这儿啊？对，过去一直住在这个地方。自己住？怎么会？他耐不住寂寞的，和人同居。你真和人同居过啊？真的。你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以前啊，我晚上经常会突然间想起来非常多专业方面的东西，需要跟人讨论和研究，所以我就跟之前一个同事合租在这儿。他现在已经搬走了，是个男的。那你们先聊正事，我把你的行李放到房间去。好。行嘞，哎呀，新婚燕尔，久别重逢，必然要嫌弃我这个律师在这碍事儿。但放心吧，我是个识相的人，办完正事我就走。请坐。刚下飞机就要面对律师，还有点吓人。吓人的不是我，是协议内容。这里是你们之间个人财产分配的补充协议，作为你们结婚协议的补充。你们结婚之后，他继承了他爸留下的全部个人财产，和周家90%祖业。我们忙了2个月，差不多交接完毕。这儿呢，是你们结婚之后，周生辰过到你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。他爸爸把所有财产都给他了，那文信和文川呢？不知道。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，律师有自己的职业操守。这些你不需要管理，今天签的只是必要文件，走个流程。1式3份，你看1份内容即可。我把所有需要签字的页面都用便签纸给你贴上了，免得你漏签字。谢谢。离开之前我签好给你。太晚了吗？我笑的是你和他真像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预想到下一步。我没问你，你就告诉我时间了。我喜欢和万事有交代、有计划的人一起工作，自己当然也要做到。如果我的合作伙伴都像你这样，我能省下不少事儿。慢慢看。你不好奇他的表字吗？是什么？长风。长风。长风至而波起兮，若立山之孤木。事不谙而相激兮，爱交矣而却会。你果然说得出。在西安，我是说你在西安的那几天，我也在，不过没见到你，倒是听他说起过你。他说什么？说你们认识的过程特别浪漫。明明是尴尬。帮我和周生辰说一声，不等他了。
好，哎，辛苦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随时找我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强迫症。我看你看得专注，就没有去打扰你。来，结婚戒指啊？十一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前几天我洗手的时候啊，把戒指摘了下来。洗完手突然有事情发生，我就出去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戒指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是刚刚送过来的，不是之前那个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弄丢了，这已经是第二个了。对。笨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也根本不会知道。2个月不见，还是那个老实可靠的研究员。好像自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从来都没有人评价过我笨、自大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出去吃个饭？好啊，顺便逛逛。你想吃什么？你属哪里就去哪里。我属哪里啊？我好像除了公寓和实验室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不熟。2点一线的生活，我都习惯了。唉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我带你逛。
你来过这儿？没有，但我做了攻略。走吧。我在网上看到过这里的照片。啊，梅琴给我签的文件里面提到了你的10年影子计划。感兴趣啊？我爸爸是经济学的，常听他说。其实这10年是第一个阶段，现在各国都在加大对于科研的投入，加快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，所以我们不能停啊，必须要加快，这样才可以抢占世界的制造业高点。不过，这些都需要资金，源源不断的资金。大型企业还好，像那些中小型的企业，包括新兴的企业，就比较难了。所以，我想帮助他们。这种投资，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，短期难见回报。你妈妈和家里那些老人能理解吗？获得理解的道路，确实挺煎熬的。以后有我支持你。谢谢你。你喜欢什么花呀？我想送给你。你送给我花？啊，我忘了，你对花粉过敏。你等我一下。送给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Guten Tag, Professor。认识啊。这里离研究院也就3分钟的路程。那我们快走吧。为什么？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见你同事，而且我刚坐完长途飞机，脸色也不好看。你脸色不好看吗？走啦。你现在洗澡是要出去吗？啊，我不出去。昨晚我都在实验室，身上比较脏，我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啊。今晚就要开始一起住了。
我听说有人投诉你挪用了项目的经费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之前的合约没有瑕疵吧？成果已经公开了，也申请了专利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至于经费，查一查就清楚了。那我们继续谈谈吧。今天就别进去了，我太太来了。你太太来了？她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特别辛苦，现在应该还在睡觉。我们改天吧，别打扰她了。行，改天我请你和你太太吃饭，表示一下心意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几点了？啊，5点47了。上床睡一会儿吧，沙发不舒服。我刚从实验室回来，衣服有点脏，我去洗漱一下，把衣服换了。不嫌弃你，快上吧。让你和太太躺一张床上，很为难吗？我不是为难，我是怕打扰到你睡觉。已经醒了。不接着睡了？睡啊！你回来之前，我睡得不安稳，现在头昏沉沉的，还想睡。再睡会儿吧。嗯。我送你花，你不表示点什么？我一直以来都不太会说话，你总是给我惊喜，惊喜多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那你拿什么回报我？回报？你想我怎么回报？让我睡着。你平时怎么样比较容易睡着啊？听歌，或者听诗词，慢慢听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小时候，我妈为了让我背诗词，每天睡前都给我念，习惯了。那就诗词吧。那我能点吗？
不用念全，随便一两句。可以啊。白居易。昨晚饮太多，惟俄连宵醉。今朝餐又饱，烂漫宜时睡。不许逗我笑，我困了。我在应你的要求，好好的背诗啊。你故意的，专门挑这句。昨晚喝多了，今天又吃饱了，故意逗我。好，那我好好背。嗯。白瓷瓯甚洁，红炉炭方炽。墨下驱沉香，花服余眼废。盛来有佳色，宴罢余芳气。不点了。也许是倦了无声，也许是情话无尽，看遍了岁月流转。再好的皮相，也有年老色衰的时候。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，我能看到你的美人骨。在哪里啊？在这儿。相由心生，人善则面善，有风骨，才有美人骨。我发现论语言的艺术，我真的没办法跟你比。
你还记得少年赋吗？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没想到绝树离俗，摇曳仙都，用这个来形容你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有件婚礼物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我看你喜欢穿衬衫，就买了袖扣。买的时候我说买给自己先生，店员问我喜欢什么颜色，我都不知道，所以就没好意思说。然后我就买了5个颜色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都喜欢。认真回答。如果必须要选一个的话，这个吧。11，谢谢。哦，我买了菜，今天在家吃吗？哦，昨天实验室的会还没有开完，我特意回来几个小时看看你，就是怕你担心。我一会儿就要回去开会了。没关系，最后几天肯定交接工作多。唉，就是可惜啊，我本来买了德甲的票，想给你惊喜的。你喜欢看球啊？我是伪球迷，小玉才是铁杆，他让我一定要去看，还要给他直播。我最快速度给你弄点吃的，你快刷牙洗脸。